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开花机器龙口笑，或者叫金鱼草，英文名字叫 Snapdragon。 它的名字的由来，我觉得因为是它的那个花的形状看上去有点像龙的嘴巴张开的样子，或者是就是有点像那个金鱼的尾巴。这个花在我们武区这儿是1年生的花，是春天播花籽，然后夏天开花那样子的，不能过冬。我是在2020年初，就是在疫情刚起的时候买了它，但是我当时是在2月初买的种子吧，一直到5月份才送到。这个原因大家也知道了。当时到了5月份的话，这就错过了那个播种的最佳时期了嘛，就当年就没有播种，就把它放在了冰箱的那冷冻格里头。后来过了21年、22年，然后都忘了。然后2023年初的时候才想起来说，哎呀，这个花籽再不种的话可能都要过期了。然后完了就把它拿出来发芽那样子，就是慢慢一步步的去种。然后很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虽然在冰箱里过了2年多时间，它那个花籽的那个出芽率还是很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是100%，只不过是后来我那个后院的那个地实在是就是也不够了，所以就是也扔了一些。然后凡是种下去的那几棵100%全部成活，全部是都开得很好。就是它这个花把是喜阳的，我当时是在那个阳的地方都把它种满了，然后还剩下一些苗，我后来就觉得扔了挺可惜的，在一些半阴的地方，然后那个日光只有不到6个小时的5个多小时，而且是那种 dappled shade 的那种就有树荫的那个地方栽了一片，然后也长得很好，开花也很多。然后它这个花的特点是花色特别的缤纷，5颜6色，就有黄的、橙的、紫的、粉的，然后奶白色的。它一朵花上有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紫色和橙色的组合，或是奶白色和黄色的组合，或是橙色和黄色的组合等等。然后现在您如果上那个 Amazon 的那个网站上去看的话呢，它有的那个花品种是纯色的，就是单一的粉红色、单一的黄色等等，我觉得那种花也挺好看的，就是不同的风格吧。然后它这个花高度的话，就是我如果不掐顶的话它能长到1.2-3米左右。我当时就是有一半的花掐顶，有一半的话没有掐顶，原因是一个是第一次种嘛，也不知道这个掐顶就是掐的合不合适，怕把它给掐死了。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如果掐顶的话，我怀疑它可能是会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开花，我就想让它那个就是分期开花那样子，这样子我就时时都有花看了嘛，所以我就留了一部分那个没有掐顶。没有掐顶的话，它长到1.2-3米左右；那个掐顶的话，它也长到差不多60-70厘米吧。所以都不是说很低的。然后我喜欢这个花的原因也是很显而易见的了，一个是它插花很容易摆造型，因为大家从那个这个图片上都可以看到，它这个花的杆子还是挺坚挺的，所以你剪下来插到花瓶里的话，你就不需要有其他的东西来支撑着，然后你想怎么摆造型就可以怎么摆造型。然后它花色也很多，就说自己呢它是可以独成一景的，因为它这个是花色够艳丽，和其他花搭配也很容易，因为它的花比较小嘛，比如说黄色的你就可以跟黄色的月季搭配，然后粉的你就可以跟粉色的月季或者其他的花搭配。然后它花量也很大，花期很长，在室内育好苗之后，5月的中下旬是可以栽到地里头，然后7月中旬到9月初它是盛花期，一直到10月底我把它清理掉的时候，有的那个植株上头还有花苞带着，但是因为当时天气比较凉了，我是觉得那个花可能开不出来，开出来零星几朵也可能不好看，所以就都拔了。第三个我喜欢的原因就是在花瓶里它持续的还蛮久的，我记得是持续了差不多是1周或者是到10天左右。就是说如果你想让它再开久一点，就是它那个枯萎的时候会从下面开始枯萎，你把下面的那个花掐掉，
然后花梗的那个下端你把它剪掉那么个1-2寸左右，再插回水里，它就会接着开，然后顶上那些花苞都会开。龙口象让我很喜欢的另外一点就是它非常健康，从来没有真菌或者是病虫害方面的问题，水肥管理也非常容易。我就是种的时候给它用了一点点的羊粪土，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施肥。水的话就是完全是靠天吃饭。那现在就说一下它的一个缺点吧。它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能过冬当然以这个严格来说也不能算缺点了，本来它在我们这儿是那个当年的话，但是我看那个网上的一些文章说它在那个南边比较暖的地方呢是可以过冬的。然后我那一年2023年那会儿就是秋天把它拔起来的时候，发现它那底下的根系非常发达，然后完了我就不死心，我就把它那个在地里留了2颗，然后完了有几颗呢我把它拔起来栽在那盆里了，然后想它既然生命力这么旺盛，能不能我把它放在车库过冬呢？然后呢，第2年呢，它确实是没有死，它就是说还是那个是有那个绿杆子在那儿的，但是它就是过了1年冬天，它就是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我2024年春天的时候把它栽到地里，然后完了到那个6月份，它还是奄奄一息，发出了很弱的一些小芽，但是我觉得是开不了花的，后来我就把它拔掉了。然后缺点第2个的话呢，就是说，不掐顶的话呢，你的高的品种可以长到1.2米、1.3米嘛，我刚才也说过，这样子一来，就是刮风下雨的话，它是容易倒伏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不喜欢在花旁边插个杆子把它绑上去的话，那就有几个解决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考虑低矮的品种。那这样子你就是要规划好你的那栽的地方了，就说栽在那个花园的前面就是可能比较好，但是你如果栽在那个花坛的那个中间或者是后部的话，可能是会给其他的花挡住的。第2个解决方法就是它一倒伏，你就把它剪下来当插花，这也是我当初所采用的方法。然后我整个屋里头就经常都是这个花在那里头随处的点缀。然后其他就没什么了。选购的注意事项就是还是刚才所说的，你得规划好种植的地点。如果是花坛的前排的话呢，就是还是要种那个低矮的品种，中间或后部的话呢，就适合高大的品种然后第2点的话呢，这也是我后来就是看一些文章，然后得到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纯色的品种园艺师他没有很小心的选择那个花籽的话，有可能是会混入其他花色的那个花籽，这样子是你有可能会给那个 surprise 的。你想那个种一片粉红的吧，它可能会出来一个是紫色的。你如果对这个不介意的话呢那这个纯色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这个由于特殊的原因对这个色彩要求非常高的话呢就是还是要三思，或者是你可以多栽一点，到时候把那个杂色的拔掉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就是说我这个的话对色彩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想在这玩，或者也喜欢这种缤纷色，那么我就大力的推荐选择这种缤纷色的花籽。一来呢是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局面，就是说你规划好的一个比如说粉红色的一个区，突然长出了一根橙色或者紫色的花。另外这种缤纷色的龙口笑插花的话，它有非常独特的华丽的感觉。这种华丽的感觉在室外的话可能不是很明显，但在室内的话，把好几枝花放在一起，然后它那个花很密集，绿叶很少，马上就呈现出那种很华丽、很缤纷、很生机勃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那种纯色的花很难具有的。好了，1月下旬已经是规划来年的花园以及订购花籽的时节了。如果看了这个视频你有一点点心动的话，那么心动不如行动，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吧。